他可能是地球上运气最惨的泰坦怪兽，童年时父母双亡，少年时被人类欺负，成年后好不容易成了骷髅岛的看守，未来还可以和哥斯拉刚正面，如今却打不过一个开了挂的泰坦 X。 这就是帝王计划第2季的大结局，金刚遭遇史诗级的削弱，反而几个人类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上一季结尾，伊格和惠子历经波折，终于找到了绿大发现的通道入口，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 X 引到这里。就在两人商议怎么办的时候，树林里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原来是一群巨大的毛毛虫出现了。伊格立刻拉着惠子仓皇逃跑，两人躲进了直升机的残骸里，这个直升机很有可能就是金刚骷髅岛里面坠机的。好在这些虫子没有继续攻击他们，其中有一只虫子瞪着他水汪汪的卡姿兰大眼睛，跑到了惠子面前，跟他卖了个萌，然后就跑了。等虫子跑远以后，惠子还在疑惑这些怪物为什么不攻击他们，伊格觉得这些怪物可能是在害怕什么东西。No, they're running away from something. Come on, let's go. 果然镜头拉远，整个森林里的怪物，不管是地上跑的还是天上飞的，都在疯狂的逃命，因为骷髅岛的看门神靓仔金刚来了。他的目标正是已经发狂的 X， 而基地深处的健太郎和姐姐凯特还在对峙。健太郎根本不关心两个泰坦的死活，他只想回到过去拯救父亲。凯特觉得弟弟已经被长公主洗脑了。 Is that what Isabel promised you? That if you'd help her get to Access Monday, you can magically go back in time and stop Dad from getting killed? It wasn't her idea. She's using you. She just wants to go there to make a profit. That isn't true. That's all Apex wants! This is about what I want! 健太郎执念太深，根本不想听凯特的话。为了避免凯特搞破坏，他叫来帮手，直接把凯特关了起来。不过没关系，基地外面还是会有人来阻止长公主，其中一伙就是伊格和惠子。他们发现了空中吸引金刚的直升机，就跟着直升机的方向往前进发。途中，惠子和伊格开始同步彼此的情报。惠子说起了凯特的天赋，她的孙女是一个人形的泰坦雷达，凯特能够听到泰坦 X 发出的声呐，而且他们还录了一段 X 发出的特殊声音。而伊格则说出了自己和铃木是如何联系上了过去的自己，然后把追踪器放在了过去的 X 身上。多愁善感的惠子立刻意识到，原来当时伊格和惠子都在那里。 So we were there at the same time. And you knew? You saw me? 面对惠子的质问，伊格那是有苦说不出，他只能告诉惠子，他们不能干涉时空，只能让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顺其自然。 That wasn't your choice. It was my choice to make. It was my life. It was my future, and you decided it for me. 万万没想到，我的爱人离我这么近，他却以为我好的理由没有来见我，没有把我及时的带出地心世界，我真的是气都冷。 You had no right. All of this time. You don't know what could have been. I could have been there for Hiroshi. I could have had years with him. He could still be alive. It's a lot of couldas. 一个很无奈，惠子的痛他理解，他的痛又有谁懂呢？另一伙就是 Team 他们这支队伍里面还有几个 DPS， 刚好就碰上了上一期长公主派出去寻找裂口的人手，他们立刻拦下了车辆。 You work for Isabel Simmons, right? I'm just a geology PhD. The 100 grand is student debt. Isabel's not paying me enough to take bullets for her. 好吧，老 A 沉不起我。Team 一行人获得了交通工具以后，就往基地的方向开始进发。之后双塔骑兵就会合了，立刻开始商议接下来的计划。很简单，就用之前录下来的泰坦歌声把 X 吸引到通道的入口，然后就可以把它送回地心世界。他们兵分两路，一个拿着录音去想办法，惠子带着其余人去基地搞破坏，顺便救出凯特。基地里被关在杂物间的凯特也没有选择坐以待毙，他发挥了聪明才智，成功打开了通风管道。于是他沿着管道不断的往前走，直接逃到了地面。这个时候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凯特发现自己竟然就站在 X 身后，他马上就被 X 发现了。看到近在咫尺的 X， 凯特被吓慌了。地下通道被合上了，尴尬。现在的 X 被长公主的手下控制，进入了红色的强力形态，易怒敏感，随时会发起攻击。惠子等人也开车赶到，但他们还没发现凯特就在不远处。就在这紧要关头，骷髅岛的靓仔赶到。Holy shit.
No, it's Kate. 在两头泰坦互相对峙的时候，小队发现了远处的凯特。惠子让其余人继续执行计划，前往基地，到机会关闭控制 X 的装置，自己去救孙女凯特。就这样，苦等9集，金刚和 X 的对决终于开始了。刚开始，金刚还不太适应 X 的出手，很快他就找到了状态，几个铁拳就把 X 打得节节败退。只有凯特拼了命的狂奔，大概是光环太强了，他竟然还有时间回头，也不知道是在担心两个泰坦，还是在担心他自己。但 X 毕竟开了挂，不断的用出手还击。在这战斗中，最惨还是凯特，夹在两大泰坦之间，苟且偷生。What happens if Kong wins? And you know we can't get anything done on this island if Kong wins. 看着金刚和 X 交手，剑太郎和长公主还有些担心 X 打不过金刚。长公主决定给 X 上点压力，让手下提高了 X 神经控制装置的功率。这一招立竿见影 ，X 就像发狂一样冲向金刚，把他扑倒在地。X 和金刚的数值比较接近，2万吨对2.5万吨，靠着外挂确实可以压制对方。这时候，剑太郎发现铁姆的人手进入了基地，看到这一幕，长公主慌了。They're gonna assume that this was Apex and my father. He's not gonna take the blame for us, okay? He's gonna throw you and me under the bus. You don't know him. We're not gonna go around the world looking for another rift. This is it. This is the place. No. 没想到第一集是凯特不顾劝阻打开了通道，最后一集却是剑太郎丧失理智，共力全开。这两姐弟真的是一家人啊！就这样 ，X 进入了狂暴状态，开始狂虐金刚。等 T 们小队赶到控制室的时候，剑太郎和长公主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下了几个苦逼的打工人。小梅检查以后发现装置已经被彻底过载，根本没法停下。这时候凯特终于醒过来了，一抬头发现尼玛2个泰坦打的是天崩地裂。危急时刻，秦奶奶开着吉普车来救命了。为此化身车神穿梭在金刚和 X 的脚下，这出神入化的车技，神奇的走线，你要不要改开张雪的摩托车吧？而金刚和 X 的战斗也进入了狂热化，开始互咬了。就这样，惠子靠着秋名山练就的车技，躲过了金刚的拳头和 X 的出手，冲到了土坑边救下了凯特。金刚也开始上道具，可惜这里的石头太脆了，没办法让 X 爆头，反而自己碎了一地。金刚被 X 拖走，一个不稳踩爆了吉普，失去了交通工具，祖孙俩只能朝着另一个入口疯狂奔跑。而此时金刚也陷入了劣势，竟然被 X 逼咚在了山上。金刚内心真的哭死了，不是哥们儿，为什么哥斯拉可以玩虐 X， 我却要被他玩？惠子和凯特两人终于跑到入口处，刚好 Tim 他们从里面打开了大门，只见大门深处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卵，正是 X 的孩子。X 好像感应到了这一切，瞬间暴动，强大的能量直接瘫痪了神经控制装置。没想到这是母爱的梗吧？恢复冷静的他立刻抛下了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金刚，他的触手伸进了大门，小心翼翼地拿走了自己的卵。孩子到手，他立刻恢复了温和的形态。X 向金刚示意，我只是想带走孩子，然后他就转身离开，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浑身伤痛的金刚也并没有继续追究，只是爬上了山头，看着 X 离开。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斗，源于姐姐凯特的冲动，被弟弟剑太郎的疯狂举动加强了以后，最终因为所有人的努力而结束了。不过惠子发现 X 还是走错了方向，通道在另一头。就在他们纠结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开着直升机来了，几人准备上机去帮助 X， 但凯特选择留下，他要去找到剑太郎。于是他很轻松的就找到了剑太郎，但剑太郎表示我意已决。他说因为父亲大志曾经去过地心，他可以利用地心和地表的时间差找到过去的父亲，就可以拯救他。就这样姐弟俩分道扬镳。看来第3季的剧情和第1季一样，还是要找爸爸。现在凯特回头上了直升机，和大伙一起去送 X 回家。在高空中他们打开了舱门，3个女性开始为 X 播放泰坦之歌。这一招果然有效， X 被吸引了，他抱着卵开始缓缓的转向。这个时候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功放坏了，他们没办法放歌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女主凯特呀。既然当初泰坦 X 可以吸引凯特，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吧。于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凯特用自己去吸引了 X 的注意力，魔女和泰坦之间的神秘链接成功了。就这样，凯特一路引导着泰坦 X 飞到之前伊格和惠子找到的通道入口。凯特花了10集的时间，终于弥补了自己在第1集犯下的错误。X 到达了通道入口，他停下脚步，用触手轻轻触动脚下的水面，一道耀眼的光芒亮起，
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被成功打开。在 X 即将返回自己家园之前，凯特朝着 X 挥手致意，而 X 也感受到了凯特的善意，缓缓地伸出一根触手回应了他，随后就拖着巨大的身躯缓缓地钻进了通道里。等 X 完全进入通道以后，入口关闭，可众人发现那七彩的光芒并没有消散。伊格好奇地走上前，在那片光芒中发现了过去的自己。惠子也发现了，那正是当年的伊格，也正是自己2等分的爱人。不过隔着通道，惠子听不到年轻伊格说的话，她只能感受到那是过去的爱人和他在告别。她也终于释怀了。她被困在了地心60年，错过了儿子大志的成长，也错过了丈夫绿达的离世。但现在她还有孙女凯特和一个老登伊格，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绿达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寻找泰坦。6周后，惠子和凯特来到了帝王组织的总部，局长把2人带到了一个地下室。提姆和小梅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他们将组成一支全新的小队，和当年的绿达一样，继续探索泰坦的秘密。至于失踪的伊格，他出现在了一个偏远的东南亚渔村，他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追踪健太郎和长公主的下落。原来对方也在追寻另一个泰坦，而这个泰坦就如同火山中苏醒的拉顿。帝王的计划第2集的故事就到此结束。可以说第2集真的保持了第1集的优秀水准，那就是人物故事拖泥带水，泰坦剧情偷工减料。第2季里面，哥斯拉照旧负责跑龙套，金刚负责大冤种，泰坦 X 负责骗经费，拉顿负责下一季的预告片。总的来说，前几集的氛围还可以，无论是过去印斯茅斯的克苏鲁氛围，还是现在时间线的泰坦 X 大危机，但几个人物的刻画真的是有些崩坏。大致、惠子、凯特、健太郎这一家子人真的让人有些无语。唯一人设比较正常的就是伊格，但是他的审美啊，最大的忽悠还是泰坦 X， 本以为是个史前凶兽，没想到是个本性温和的单亲妈妈。剧组大概也知道最后得放点干货，于是结尾来了个拉顿登场。但我大胆预测，第3季的剧情里面，拉顿不会长时间登场，也不会和哥斯拉有过太多冲突，因为帝王计划的时间线快要追上哥斯拉2怪兽之王了，到时候拉顿还要在基多拉和哥斯拉之间见分识舵，想来也不会提前和哥斯拉分出胜负。除此之外，第2季还玩了一个最大的败笔，那就是蝴蝶效应。老一狗联手过去的小一狗在 X 身上放了信号器，这一段真的有些漏洞，因为严谨一点的话，应该是 X 被凯特放出来以后身上就带着信号器，而众人疑惑这个信号器是什么时候又是谁放上去的呢？故事到了第7集，老一狗才会发现正是自己和小一狗放上去的，这样才能形成逻辑严谨的闭环。毕竟时间穿越这种设定虽然经典，但是真的不能乱玩。Anyway， 帝王计划这个剧啊，希望第3季不要再犯错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第3季你还会想看吗？